什么是缅甸？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谈古论今，看天看地。大家好，我是葛龙。我们继续聚焦国家解剖这个系列。这个世界上面，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富足，而有的国家如同受到诅咒一样，在苦难的沼泽里面一遍一遍的轮回？他们各自做对了什么，又做错了什么？今天我们聚焦我们南部的邻居缅甸，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质资源，曾经亚洲最富裕的国家，曾经号称亚洲一哥。你们知道二战后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是谁吗？是缅甸。但是只用了短短的70年，这个国家就从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沦落到了一贫如洗，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。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某种程度上面缅甸堪称天选之子一样的国家，它拥有着诸多令人艳羡的条件。国土面积68万平方公里，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中面位居第2，是日本的2倍，相当于6个韩国。人口呢5500万，在该区域也是名列前茅，其中27岁以下的人口占到了50%以上。地理位置呢绝佳，面向印度洋，毗邻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航道马六甲海峡，拥有3200公里的海岸线，分布着众多的良港，周边还有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。缅甸的森林覆盖率52.3%，拥有约2300种林木，包括用于建筑和家居的柚木、花梨木。缅甸耕地的总面积3亿亩，人均6亩，雨水充沛，水稻可以1年3熟，是如假包换的亚洲粮仓，每年大量粮食出口换汇。这还不算什么，缅甸同时还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1.6亿桶，天然气22.5亿立方，还拥有包括锡、钨、锌、铝、锑、锰、金、银等多种矿产资源，还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宝石和玉石。至今还有多少没有开采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价值更是无法估量。他们所拥有的稀土资源，对中国来自全球的稀土市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1885年，缅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，并入了东印度公司。英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力建设缅甸，靠着数千公里的海岸线，英国人在那里大修港口、公路，彻底打通了缅甸的海陆贸易，同时也让缅甸拥有了发达的工业水平。依托英国人的那套管理体制和缅甸优越的地理条件，缅甸一度成为仅次于大清国和日本的亚洲第3大强国。首都仰光是东南亚最富裕、最繁华、最国际化的城市。到了1936年，缅甸的经济更是超过了120亿美元，是同期日本的2倍，约等于整个中国。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时候，李光耀曾经立下誓言，要花20年的时间赶上缅甸。现在听起来这就像个笑话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缅甸就是这样一颗人人艳羡的璀璨明珠。政府治理有效率，经济强调自由开放，融入世界市场，民众也乐意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和技术。缅甸独立之后，为了扫除殖民的痕迹，避免西方思想的进入，防止其他国家再来干涉内政，对所有的土地、矿产等资源实行国有化，同时驱赶和拒绝外资，甚至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缅甸。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1948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。缅甸在昂山的带领下面脱离了英国独立，本以为靠着发达的工业和便利的港口贸易可以让缅甸继续腾飞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英国人走了之后，缅甸的盛世就一去不复返，仅仅30年的时间就把自己从亚洲一哥变成了亚洲的垫底。他们怎么做的呢？缅甸独立之后，为了扫除殖民的痕迹，避免西方思想的进入，防止其他国家再来干涉内政，他们做了一件我们历史上满清曾经做过的事儿：闭关锁国，对所有的土地、矿产等资源实行国有化，同时驱赶和拒绝外资，甚至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缅甸。缅甸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此切断，丰富的矿产靠自己的技术根本无法开采，闭关锁国也让外贸大幅度的衰透和停滞，整个国家开始迅速的变穷，随之而起的就是人民的反抗和内战的爆发。缅甸有多达135个民族，而且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民族，大家都各自占山为王，谁也打不死谁，谁也不服谁。时间一长，连最引以为傲的农业也基本被废掉了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1962年，缅甸爆发了军事政变，吴赖温集团上台，对缅甸实行了全面的军政府统治。之后，军政府效仿苏联，彻底全面的没收私有企业、私有银行、私有商业等私有机构，
进行强制性的国有化运动，严重阻碍了缅甸最有活力的私营经济成分，也吓跑了本就不多的外来投资者，资本、技术、人才都严重流失，缅甸从此走上了闭关锁国的不归路，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后来经济全球化、产业转移以及科技创新的浪潮。到了1987年，缅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。最新数据，2023年缅甸人均 GDP 是多少呢？1190美元，排在亚洲的第41名，倒数第3，仅仅高于塔吉克斯坦和也门，比二战之前的自己还要低，甚至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低。而当年要说追赶缅甸的新加坡，人均 GDP 已经是它的84倍。如今的缅甸连最基础的电力常常都无法供应，全国充电率只达到57%，只有不到10%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，失业人口高达37%，足足有26%的人口，接近1500万的处于贫困线以下，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，也就是14块钱人民币。当年李光耀说新加坡要花20年赶上缅甸，半个世纪后，昂山素季说了同样的话，20年后，缅甸将会赶上新加坡。其实，像缅甸这种天生丽质、一个老天追着赏饭吃的地方，要改变贫穷面貌并不难，只要你不折腾。缅甸也尝试过很多改革，但为何总是无疾而终呢？原因就在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政府统治，形成了一个集中南反、横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方方面面的军方利益集团。这个集团几乎垄断了缅甸的国民经济。缅甸最大的企业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，业务涵盖最重要的采矿、啤酒、烟草、服装、银行、酒店、地产、航空、航运等等几乎所有的经济关键领域。对外呢，它声称它是民营企业，但是创立者就是军方，管理者和背后的股东也是军方。在缅甸，军队管理一切，任何人一旦想要染指军方的权利和利益，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。军方垄断了国会2院1/4的席位和政府内阁中的多个重要职位。军方议员对新立法有否决权，而且新宪法也赋予了军方高级官员诸多的特权，其中包括了司法豁免。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越要维护这么一小撮人的利益，就越要闭关锁国，越要高压政策，越要和世界隔绝，经济也就越没有出路，老百姓也就越惨。当年李光耀说新加坡要花20年赶上缅甸，半个世纪后，昂山素季说了同样的话，20年后，缅甸将会赶上新加坡。但是昂山的梦想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遥不可及。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。我们修改借用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：发展的好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同，但发展的不好的国家都高度相似。我是克隆，关注我，做个清醒的人。虽然有时候太新鲜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稀里糊涂的代价一定会更大。